射手座、摩羯座和水瓶座来说呢，这个来临的时间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，建议您不要开始任何的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不然飘哥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严谨的占星家Ashish Mehta他所说的2021年2月12日的七星汇聚之下集。那么上一集的链接呢，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。上一集说到2021年的2月12日，在摩羯座的宫位中看到了太阳、月亮、木星、金星、水星、土星和冥王星，称之为七星汇聚。七星之中唯独缺火，这或许意味着将来如果出现战争，它的势头或许会可以大事化小，或者是新的导火索出现，引发大的战乱。那么七星汇聚在吠陀经的解释当中更蕴含着麻烦、冲突、矛盾、摩擦等等，这些将不断的发生。这一点在老拜执政的1个月里已经显现出端倪。切断通加拿大的输油管线，引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打电话给老拜，但是似乎于事无补。德州为此也出现了反抗情绪，质疑老拜的政策。美国重回伊朗的核协议的可能性再次增强，停止建造美墨边境墙，以至于非法移民潮再次出现的可能。疫情不断的扩大，美国一个国家死亡人数将突破50万，而感染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。南非变种病毒似乎出现了抗体，疫苗的有效性连续受到质疑，等等迹象表明，辛丑年来临之际，如门塔所讲，一切都是暗流涌动。而经济也是如此，近期道琼斯及纳斯达克指数频繁的在高位震荡，妖股也是频频亮相。在苹果、脸书、特斯拉等等科技股业绩不如预期的情况下，带动股市下调，而特斯拉的上下跳动刚刚缓解。近期 GameStop 的股价2周涨20倍，同时还有黑莓、梅西百货以及 AMC 等等同手操作，股民散户们是欢呼雀跃。有学生讲，他因此有了付全部学费的钱，称之为散户大战金融大鳄的浩劫。这对于股市之外的人，或者是多数的散户们，往往是望而兴叹，感慨万分，吃瓜群众淌着寒喇子。然而经历其中的人们却是惊心动魄，不寒而栗，甚至导致机构大鳄接连因做空而破产、夭折、跳楼等等传闻应声而起。对于身在其中的人，这就是一种巨变，一种折磨，一种七星汇聚的混乱。而 Reddit 的热题网也因为组织了这次散户反击的罪魁祸首而名声大噪。这个集新闻、娱乐、分析、评论、社区、聊天等等为一身的庞大网站再次发挥了它的超常能量。这也是上集提到的，网络将改变人类的生活、社会的秩序。在一呼百应的某个大咖的帖子下面，有多少的托，有多少的机构投资人都在那里掘金。当他们看到利益时，那就叫个趋之若鹜。然而这是让华尔街的风险投资大鳄惊掉了下巴的事情。在股票市场上，散户云集，吃掉了大鳄几十亿美元做空基金被迫平仓出局，而砍下来的刀锋上还滴着鲜血。这个说起来在股市上不是多见的，因为在法律和管理健全的股市市场，很少有这样的组织来做这样的，或者是会触犯法律条款的事情。但是这在加密货币市场其实是比比皆是，这也叫做 pump and dump， 意思也就是说加压冲天，瀑布甩卖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在这里体现的是
淋漓尽致。热体网不是一个上市公司，但它和加密货币市场走得很近，并且有自己的币种。同时呢，助长此次散户反击的还有加密货币及股票交易为一身的新型交易所 Robinhood。Robinhood 也可以翻译为罗宾汉。这样零手续费的交易使小散们乐此不疲。这是题外话。通过热体网的提倡，形成了不单是散户的反击战，这里也是多空双方的角逐。但是如经济学家所说的一样， GameStop 如喷泉一样的涌出，也会像瀑布一样的滑落，最终价值会得到回归。这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人伤得绝望扭曲。这正是门塔所讲的Jataki Pajita 的经济学的观点。经济方式正在发生改变， K 型模式正在这种混乱中启动，确实是 K 型的，要么上天台，要么下地狱。下一点他重申的是，从古经书中可以看到，金银树木植物等都是摩羯座的元素。如果我们理解该声明，那么他讲到，我们将看到贵金属将变得昂贵，我们可能会看到黄金对普通百姓来说已经超出了范围，或者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与黄金配对的新型的货币。这里呢，我们理解应该他说的是加密货币市场，或者是黄金的替代品，比如传闻的比特币。而比特币近期从2万、3万，甚至冲到了4万多，很多人已经望而却步。但是将来的更疯狂或许在酝酿之中。接下来呢，他所说到的是农业、食品或者是相关物品将变得昂贵，要么是由于自然灾害，要么是由于某些政府的政策。如果我们尝试在 Kaparashi 的帮助之下理解这种链接的话，那么该链接将是在第10部分发生。那么他所说的第10部分是指的是经书当中的第10部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不可能一一进行讲解，但是他说到，因此第10部分的所有的部门都将受到影响。这一点呢，在世界各地似乎都有感觉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在市场上的蔬菜水果的费用，看看取暖的费用，以及看看和各种农产品有关的费用，似乎都在悄悄的变得价格抬头了。同时他也说，在 Phao-Pitaka 这个经文当中说，有一个这样的陈述，就是说商务、职位、自尊、因果报应、获胜、名声、祭祀、航空旅游等等，对技能的吸引力都出现在第10部分。经营方式正在发生一种变化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旅游方式也会改变，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一点。在这里呢，门塔所说的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甚至在将来会随着疫情的发展会变得更加严重。那么由于变种病毒的影响，居家隔离再次成为常态。印度神童也多次提到这一点，并认为2021年是和2020年一样的惨淡的一年。我们上一集曾经分享过。那么说到经济，咱们可能会稍微扯得远一点点。现在的股市是否是反映了当前的经济，或者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？而今天印钞为基础的货币流通政策，或者叫策略，和以前的金本位的策略出现了大的错位。现在的货币流通量可以会任意的印钞，这会导致整个的经济界的迷乱，也就是说专家和散户都懵逼了。这到底是神马情况？疫情当前，商店关门，包括 GameStop 也都大部分关门，为啥股票却10日翻20倍？这里存在着太多的疑团和政策出台的要求，这是新的时期世界应该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。大家看看近几年的标普500的走势图，从2009年的2月到现在的2021年的1月，从670点达到了3818点，10年涨了6倍。再看历史上的点位，借用谷歌走势图，从1927年有记录以来罕见的疯狂连续上涨。大家知道，在各个阶段不同的政党执政
华尔街会有不同的策略，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深层，我们就不必多解释了。但是由于各个政党的政策的不同和策略侧重点的不同，会直接影响股市的运行。在近20年中，咱们稍微的捋一下，共和党的小布什执政期间，从2000年到2008年，经历了911和2002年的高科技泡沫，但是总体的股市和经济仍然在不断的创出新高，股民大赚。然后是民主党的奥巴马，从2008年到2016年，刚上任的奥巴马就经历了房地产引发的金融危机，8年当中经济和失业率一直都是非常的低迷。随后是共和党的川普，2017年执政，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攻态势，使在股市中的大胆的投资者乐翻天。现在再次的轮到了民主党的老拜，由于政策的大反转，悬在空中的针很快会扎破气球，似乎已经让华尔街嗅到了一些味道。个人感觉现在的群魔乱舞既是崩盘的前兆，尽管还会有一个假的上攻态势，但是 M 头形成也就在即。如果你知道在股市当中的逃命坡，那就要好好的把握住，毕竟散户是不想把自己的辛苦钱扔进大鳄的嘴里的，落袋为安。虽然巴菲特1年之前就已经讲了，但是这句话现在说起来似乎更有实际价值。好的，这不是飘哥的经济频道，所以呢，只是预言频道的观点分享，不作为任何人的操作建议。咱们还是回到门塔的预言更有意思的部分，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。他谈到了12星座及其影响。在这里，门塔说，我们谈论的是吠陀出生星座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不是在谈论西方热带占星术，也不是在谈论您的姓名占星术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谈论的是吠陀占星术中的出生星座。那么他讲了，对于白羊座、金牛座以及处女座的人来说，即将到来的时间将是一个吉祥的，许多的机会和好消息将会到来。对于巨蟹座、天蝎座和双鱼座的人来说，即将到来的时间将是也是吉祥的。那么您将在未来的某些领域取得良好的成绩，但在其他的领域则必须努力工作。这意味着您将根据自己的努力获得结果，但是您将必须要小心一点，做事要谨慎一些。那么对于双子座、狮子座和天秤座的人来说，这段时间将是艰难而艰巨的，您必须付出150%的努力，才能获得100%的结果。现在不是依靠运气的时候。那么对于射手座、摩羯座和水瓶座来说呢，这个来临的时间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。建议您不要开始任何的事情，而且继续处理您目前所拥有的一切。而且呢，您得到的结果也会是低于预期的，因为您将必须非常小心，并且不要开始任何新的事情。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飘哥就是水瓶座的，这一年就像汪峰唱的一样，我该如何存在？如果像门塔说的这样，我该如何存在？我该如何存在？最后呢，门塔认为大家必须要了解了行星的影响以及其持续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必须了解萨米塔经书当中的理论。那么呢，当此类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黄道12宫为止。七星在摩羯座发生了汇聚，而摩羯座的主人是土星，土星将留在摩羯座一直到2022年的4月28日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影响将持续到2022年的4月28日。那么我们联想一下，在这次大选当中，土星一直以某种魔力在掀起蓝色浪潮。咱们曾经讲过的最短命总统那一集，以及美国总统的每20年的诅咒，2020的大选又是那个20年的当口。世界真奇妙，好事儿或者是坏事儿，只是呢，你把它这个圈儿看得有多大，画的有多大。
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争夺战也是如此。那么，难道是冥冥之中有人是来替老川挡枪的？4年回来还是一条好汉，而逆天改命、扭转乾坤吗？这个圈儿只有上帝能够画得出来。而明年的4月28日土星离开本座，是否意味着年迈的要退位，而女总统要继位呢？或者其他的什么大事要发生呢？这和美国渣打银行的大胆经济预测似乎如出一辙。这就是人类的发展，永远都不会少的就是登高远望和无尽的猎奇之心。一切都是剧本，不必太较真。近期将会推出嗷嗷狠的你的幸运数字。好的，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out。